天魔教。在下天圣教左护法使孔令贤。天圣教右护法使薛碧娥。只看到来了一辆牛车，2个人和1头牛，没想到却蹦出来16个人。天魔教耍得好把戏。我们走江湖的喜欢耍把戏混口饭吃，倒让诸位地主老爷见笑了。如来和道主那是上一个时代的巅峰人物，2人都练到了神佛的水准，倘若神桥未断，他们早就举霞飞升离开这个世界了。炎峰帝虽然是这个时代的后起之秀，但占据9道龙脉，在皇城修炼得天独厚，一身修为通天彻地，与延康国师并称当今世上最顶尖的强者。尽管如此，他比如来和道主还是要逊色一分。这2位老怪物联手的真正原因，并非自觉本事不如他，而是单对单的话，炎峰帝若想走，2人谁都留不住，但联手便绝了他的生路。霹雳从天而降，电光环绕炎峰帝周身，9条真龙在云层中齐声长吟，撕裂长空向如来和道主抓去。如来呵呵一笑，金波翻转，金光如潮涌出，20诸天层层展开，满天神佛与真龙绞杀在一起。道主暗剑，剑光带着奇妙律动，轻声道：道养诸天大地，资万法，天下归依陛下。这半招话音未落，空中2道光芒猛然顿住，老道主急忙按剑不发。一个青衣老者和一个拄竹杖的瞎子站在半空。瞎子笑眯眯道：如来，打架呢？如来按住金波光芒，微笑回问来意。马爷冷冰冰道：找人。瞎子顿了顿竹杖，天空都晃了一下，正在恶斗的强者们心头一惊，纷纷住手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诸位打得好匆忙。瞎子笑眯眯行礼，敢问诸君是否见到一个女子？全定武刚喘过气来，高声问找谁。瞎子说找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子，看一眼就忘不了的那种，心里住了个老魔头，爱上她的容貌，想夺她的身体。美人颜如玉，金屋爱藏娇，我们带她去雷音寺，想让老如来降服。他说了半天，众人没听明白。马爷说重点。瞎子说这女子是天魔教前教主夫人，前圣女，如来要杀皇帝，就把她放走了。如来说老僧分身乏术，爱莫能助。瞎子怒道：办不到早说，现在找不到了。问众人是否见过这位教主夫人，长得特别好看，一开口能媚到骨子里。众人摇头。薛碧娥高声请2人相助。道主问什么来头？如来说是我的大弟子和枪神。道主惊讶道：原来是3只眼的马神捕和当年的神眼，已经老成这样了。马爷说你们的事没有寻人要紧，不想理会。瞎子感慨道：皇帝死了换一任就是，但那妖精跑出来，全世界都要遭殃。问皇帝见过没？炎峰帝摇头说没有，敢请2位前辈相助。瞎子说没兴趣，你没见过也好，见了就等着祸国殃民吧。说罢2人呼啸而去。众人错愕，真是古怪的前辈高人。杀伐声又起，如来金波再次绽放20诸天，道主道剑第14篇威能全开，剑如天地万法，星斗周天。炎峰帝9龙缠身，脚踏霞光，任何一击都开山裂海。他精通百家神通，道门道剑，雷音寺斗战胜法，离情功离恨天绝，甚至只有女子才能练的剑法，在他手中都威力更强。9龙帝王功已被他练到神的层次。道主见光如狂风暴雨攻来，赞道：国师是奇才，但世人忽略了陛下，你已是大宗师，可惜了。道剑破开皇帝重重防御，哧哧几声，身披数疮。如来金波再翻，20个小世界的重压全部落在炎峰帝身上，令他身形迟缓。道主的半招剑法千变万化，无迹可寻，穷尽3生万物之理，足以破去一切道法神通。如来现出丈6金身，五指一摇，5座大山压下。延康国师始终不曾现身，但难保生变，速战速决。300里外，秦牧正骑龙麒麟向战场狂奔，感应到恐怖波动，急催快跑。龙麒麟说尽全力了，秦牧拿青牛击他，龙麒麟咬牙狂冲几10里，又口吐白沫摊下来。秦牧恶狠狠道：让你贪吃，明年送你上桌。正说着，一轻一挥，2道光芒掠过，又折回马爷和瞎子。秦牧说：
如来他们在杀皇帝。马爷淡淡道：小事，从前经常换皇帝。瞎子埋怨道：厉天行才是大祸根。秦牧说：找到婆婆了，求两位爷爷搭救皇帝。瞎子摇头说：皇帝现在只怕已经驾崩了，你们天魔教也在那里，估计死得很惨。秦牧咬牙说：皇帝还死不得，教中高手随时可以传送离开。延康国师不在吗？马爷说：没有看到，如来和道主老了，打不了太久。瞎子笑道：那我们比他们年轻。说罢，两人折返战场。战场上，如来和道主同时出杀招，炎峰帝力扛两尊神级存在连续重创，气血虽仍旺盛，但已是油尽灯枯的回光返照。下一招便能取他性命时，一根竹杖点来，道主挥剑便挡，一柄剑刺入金波。瞎子踉跄后退，赞道：好本事，修为比我高，比村长那老家伙差了一丝丝。转身就走。如来和道主回头，炎峰帝不翼而飞。如来叹道：不必追了，他气血枯败，所有神藏都碎了，救回来也是个废人。一具身体从天砸下，落在龙麒麟背上。木儿，你要的尸体到了。秦牧低头看去，炎峰帝浑身是血，神藏崩塌，气血飞逝，像一口漏到骨的破麻袋。皇帝勉强睁眼：中散大夫，朕还有的救吗？秦牧食指翻飞，以造化天魔功封印神魂，取龙涎封伤口。抬头看马爷和瞎子已走远，他让龙麒麟掉头回婆婆那个院子。秦牧给炎峰帝服下血容丸或灵佛丹，用银针导引药力。炎峰帝神藏中的能量太狂暴，直接补气血会把他冲爆，不补又会死。他决定请婆婆出手封印皇帝修为。司婆婆见到皇帝惊讶道：臭小子有出息了，要扒皇帝的皮自己做皇帝。不过后宫3000佳丽都是小狐狸精，当心迷死你。秦牧无奈说：不是要做皇帝，请婆婆帮忙封印神藏能量。他去买药，天黑前回来，否则厉天行会披着皇帝的皮跑出去做皇帝。炎峰帝醒着听到心想，这位婆婆穷凶极恶，又沉沉睡去。秦牧飞赴雁城，凑齐药草赶回。天未黑，司婆婆已封印好皇帝神藏能量，说：解了造化天魔功，他魂魄必散。秦牧说：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就能救回来。吃罢晚饭，司婆婆回房。片刻后，门外传来娇笑：木儿，陛下如何了？秦牧不动声色：厉教主，你也是我圣教的教主，何必如此？声音便苍老笑道：我死了，不再是天圣教的人了，把皇帝交给我去做女皇帝。门开，司婆婆闯入秦牧，把皇帝种在泥土里，正用造化功救治。厉天行看了一遍，说：造化的元功错了，造化灵功也错了，造化鬼神功有你这么施展的吗？分明是魔功，却被你用成堂皇正道，明明是害人，却拿来救人。他越看越入迷，秦牧的路子与他恰恰相反，他是外夺，秦牧是内取，用造化功内取天地灵机，改变自身资质，魂魄元神。厉天行是大宗师，看到同一种功法走出截然不同的道路，如痴如醉。他想弄死皇帝，带皮去做皇帝，却总想再看一眼更多变化。不知不觉鸡鸣天亮，厉天行叹道：被你躲过一晚，明晚弄死你们。司婆婆醒来连忙问：老魔头有没有害你？秦牧说：被造化宫蒙混过去了，今晚用其他功法。秦牧解开造化天魔功，皇帝身体突然空虚倒地，两魂两魄飞出，要被引入幽都。秦牧催动千魂引，将魂魄牵回，打入体内，肉身还是太弱，束不住魂魄。外面传来娇笑：教主，妾身又来了，今天玩不出新花样，便弄死皇帝。炎峰帝有气无力问：什么妖人说话这么媚？秦牧连忙封印他无感，身现镇心君形态，身后承天之门洞开。厉天行闯入，惊疑一声：镇心君的侯真功，门上是何字？还附一本书，与我的不一样。他站在门前，被这门功法的不同变化再次吸引，忘了动手。